大家好，我是威廉。最近台湾海军面对现代高强度海战，迎来了一个最核心的考验，那就是在饱和飞弹攻击与立体化威胁下，我们现役的主力舰队其雷达侦测、隐身性能与火力密度都已经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为了解决这个战力断层，海军重启了基海计划新一代巡防舰项目，但在设计过程中，如何在一艘中型舰艇上同时整合先进的相位阵列雷达、重型声呐和足够的垂直发射系统，一直是一道极难跨越的工程门槛。这时候，邻居日本海上自卫队批量服役的最上级护卫舰，以其强悍的隐身外形、极致的系统集成度，以及远超同级舰艇的火力和生存力，成为了全球海军关注的性能标杆。这艘战舰不仅拥有极强的单舰防空与反潜战力，其设计理念更为我们突破造舰瓶颈提供了最清晰的技术参照。今天我们就来深度剖析一下最上级护卫舰的性能，看看这艘被誉为第一岛链最强盾舰之一的最上级性能到底有多强，支撑它强大战力的底层技术究竟是什么，而它又将如何启发我们下一代主力舰的性能跨越。我们要探讨的第一个重点是最上级护卫舰的技术定义与性能剖析。不过在正式解密这艘未来战舰之前，威廉先来揭晓上一期关于海鲲号潜舰在结尾留下的技术难题，也就是换装第5代锂电池后，在完全没有传统 AIP 系统的情况下，会面临什么样的新物理漏洞。其实锂电池确实拥有极高的能量密度，而且充电速度极快，但这也带来了一个隐藏的声学和热力学问题。当潜舰在水下耗尽电量，浮到通气管高度充电时，为了在最快时间内把巨大的锂电池组充满，艇内那几台发动机就必须全功率运转，这会在一瞬间产生剧烈的机械固体传声，并且向海面排出大量的热废水与高温废气。在现代反潜机和红外线探测仪的监视下，这种突然飙升的热辐射和低频共振噪音，反而会让潜舰迎来最容易暴露的窗口。也就是说，充电充得越快，那一瞬间的动静就越大，这就是物理规律的等价交换。答对的朋友，记得在评论区给自己点个赞。而这一类在充电瞬间发出动静的水下幽灵，正是水面上那些专门为了反潜布雷而生的新一代水面舰艇最渴望捕捉的目标。这也让我们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今天的主角最上级护卫舰。要看懂最上级，我们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最上级？最上级在日本官方的计划中被称为 30FFMM， 也就是平成30年型多功能护卫舰。虽然被定义为护卫舰，但它的满载排水量高达5500吨，在定位上它其实是一艘不折不扣的中型巡防舰。这型战舰在研发初期差点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当年日本设计这艘船时，刚好碰上美国海军在大推滨海战斗舰，追求高速、轻量化、模块化。日本最初的设计方案也深受影响，排水量只有3000吨左右。但日本人在仔细评估了美军滨海战斗舰的实际表现后，发现了严重的性能漏洞。轻型快速战舰在风浪大的太平洋里航动幅度太大，而且防御和耐波性极差。于是日本防卫省秉持着务实的态度，果断修改设计，把船体放大，形成了目前满载5500吨的标准最上级，以及后续吨位更大、防空能力更强的升级版最上级。那么最上级的性能到底强在哪里？支撑它强大战力的底层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可以把它的性能优势拆解为4个核心的技术维度。第一是极致的电池与几何隐身设计。传统军舰外表有密密麻麻的天线、栏杆和杂物，雷达反射面积非常大，而最上级融入了日本在开发 X2 新生隐身技术验证机时积累的空气动力与雷达反射面控制经验。它的机身外表采用了大倾角的内倾式一体化结构，所有的舷墙开口都进行了遮蔽处理。最核心的部件是它装备的整合式编制桅杆，将主动相位阵列雷达天线、光电感测器和通信天线全部密封在一个多面体结构中。这让一艘5000吨级的战舰在雷达萤幕上的反射面积缩小到仅相当于一艘几百吨的巡逻艇，大幅提升了战时的生存概率。第二是超强的动力与机动性能。最上级采用了柴燃联合动力配置，核心是一具最大功率达5万马力的罗伊斯 MT30 燃气涡轮发动机，配合2具慢登柴油发动机，总输出功率高达7万匹马力，
这套动力系统能让这型战舰最高航速轻松突破30节，并且具备极高的加速与紧急转向性能。在追击水下潜艇或规避来袭鱼雷时，这颗强劲的心脏提供了最基础的物理保障。第三是无可匹敌的智慧化集成系统。传统军舰的战管、导航、轮机控制是各自独立的信息传递，存在时间差。而最上级打造了一个封闭的圆形先进整合式战斗情报中心，舱壁四周是一整圈360度的 AR 增强现实大萤幕，利用全舰的外置传感器，将外界的海面、空域实时画面1:1投影在墙壁上，雷达轨迹、声呐噪音、光电追踪数据会由中央计算机自动进行融合与危险度排序，直接呈现在军官的视野里。这种极致的信息集成度让战舰的战术反应时间缩短了数倍，在面对饱和打击时能以最快速度做出防御分配。第四是立体化的攻防武器与传感器网络。在探测方面，它装备了波段多功能主动相位阵列雷达，配合综合声呐系统，在反潜和防空探测上达到了极高的精度。在火力配置上，除了前部的127毫米主炮和8枚17式反舰导弹，升级版最上级版本直接配置了32单元的 MK41 垂直发射系统，不仅能发射07型反潜火箭，还将集成最新研制的23型防空导弹，这让它在维持高隐身底子的同时，具备了极强的区域防空与中远程打击效能，成为了第一岛链上极具威慑力的多功能作战平台。讲完了最上级的强悍性能，我们现在要把视线转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武器参数再漂亮，如果不能解决我们自己的现实瓶颈，那也只是纸上谈兵。那么最上级的性能特征是否契合我们的防御需求？答案确定无疑，它在性能逻辑上完美击中了我们下一代主力舰研发的痛点。首先，我们来聊聊极海计划重启背后的技术困局。长期以来，我们自研新一代飞弹巡防舰的进度一直不顺，核心的瓶颈就在于系统集成与吨位的矛盾。原本规划的4500吨平台，因为中科院研发的主动相位阵列雷达体积与功率超出预期，船体根本装不下，导致整个计划一度延期宕机，甚至不得不拆分为轻型巡防舰项目。这反映出一个严酷的工程现实：我们在大型相位阵列雷达、战斗系统以及垂直发射管的集成与轻量化设计上，缺乏足够的工程经验。而最上级的性能表现刚好为我们指明了解题方向。最上级证明了一艘5000吨级的中型战舰并不需要无限放大吨位去塞武器，关键在于一体化和多功能集成。它的整合式桅杆将雷达、光电、电站系统高度集成，不仅降低了整舰的重心，也大幅缩减了舱内发射机的体积。如果我们的极海计划能够借鉴最上级的集成设计，将相位阵列雷达与桅杆融为一体，就能在6000吨级的船体上轻松容纳下足够数量的垂直发射系统和国产相控阵雷达，彻底解决我们因装备塞不下而导致的造舰困难。此外，最上级强大的多功能特征也极其契合我们的防卫地理环境。我们周边的海域地形非常特殊，西边的台湾海峡平均水深只有60米左右，是一片不折不扣的浅水区。而在东边，出了港口没多远，海底地形就急剧下滑，变成了深达数千米的太平洋深水区。这种西干东深的地形，要求我们的战舰必须在性能上具备双重属性。在西边的浅水区需要防范掠海反舰导弹，还要有极强的反水雷能力；而在东边的深海区，最关键的任务是防范潜艇威胁。最上级在设计上就极其注重这两项能力的平衡。针对反潜，它的拖曳阵列声呐能深入到海面温跃层下方，精确捕捉精英潜艇的噪音；而针对浅水区，它的后部多功能舱段可以直接释放无人艇，代替有人战舰去执行危险的扫雷与侦察任务。无论是从解决系统集成的造舰瓶颈来看，还是从应对复杂地理环境的战术性能需求来看，最上级所代表的设计理念都是我们下一代主力舰最合理也最急需的性能标杆。既然最上级的性能如此强大，又如此契合我们的需求，那台湾能不能直接去买最上级呢？在现实的政治环境下，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日本和我们没有正式的官方关系。最上级作为海上自卫队现役的主力舰艇，对日本自身来说也是核心资产。如果日本直接把这样一型主战装备出口给我们，
这对周边的局势将会造成极大的冲击。因此，如果想通过政府间的协议直接购买整件，在现阶段完全不具有可行性。那这条路是不是就彻底堵死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日本防务政策的变化，以及我们在面对限制时长期积累下来的求生智慧，你会发现一条隐秘但具有操作性的合作通道正在悄然成型。首先，我们要看到日本自身政策的松绑。近年来，日本政府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的修改，打破了几十年来的禁忌，原则上允许了杀伤性武器的对外出口，这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日本的防务装备正在加速走向国际化。而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最缺的其实并不是最上级上面那些日本自制的飞弹或雷达，我们最缺的是优秀的高度集成的隐身船体平台设计以及先进的自动化系统架构。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务实的合作模式——海鲲级潜艇模式。大家回想一下，我们的国造潜艇海鲲号是怎么造出来的？在名义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宣布向我们出售潜艇，但实际上，通过在海外设立的多家咨询公司，以及招募多国的退休造船工程师，我们在本土船厂把潜艇造了出来。在最上级的引进上，我们完全可以复制这个路径。第一步是平台设计蓝图的商业外包，我们不需要去买军用最上级，我们可以通过商用造船厂向日本采购不包含任何敏感武器与雷达的商船标准或警备舰版本的平台设计蓝图。这种民用外衣下的技术转移能够最大限度的降低政治敏感度。第二步是全船自动化控制软件的交流，最上级最核心的黑科技在于它精简人力的控制算法。我们在半导体与工业自动化领域拥有极强的研发和制造能力，两地的科研机构完全可以在智慧船舶的名义下开展深度的技术交流，把日本在自动化控制方面的软件架构逻辑引进过来，移植到我们重启的机海计划平台中。第三步则是美日台合作的联合武装，这也是整项工程在技术上最务实的地方。如果我们直接引进日本的原装设备，后勤上会面临极大的风险，因为日本的装备在国际市场上缺乏长期的后勤链，很多零件都是专用规格，一旦发生冲突，零件断响的风险非常高。因此，最聪明的做法是打造一艘日美台技术融合的混血战舰。我们在本土造船厂利用引进的平台蓝图，建造最上级那具高度隐身、极低雷达反射面积的船体，而动力系统则引进美国或英国成熟的发动机。这些发动机在国际市场上零部件充足，后勤保障非常稳固。接下来，我们把日本原装的战管系统替换成我们自研的训练舰用战斗系统。这套系统深度融入了美军的资料链，雷达则采用我们自研的主动相位阵列雷达。最后是装填我们自己的武器生态，这也是确保战时弹药补充不被切断的关键。我们在32单元的垂直发射系统中不装日本导弹，而是装填我们自研的海剑2、中程防空飞弹以及海攻3远程防空飞弹，打造高密度的防空防御网。同时，在船体中部挂载我们引以为傲的雄风3型超音速反舰飞弹。这样一来，我们既得到了最上级极好的隐身外形和砍半的人力编制，又确保了所有核心武器、雷达和战管系统的后勤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在严密的限制下，这是一个为了生存所能做出的最理性也最务实的抉择。讲完了技术引进的可能性，我们现在来推演一下，如果这艘混血版最上级巡防舰正式服役，我们在战术上该怎么去使用它？我们可以把它的战术运用放在3个最真实的场景中去推演。第一个场景是台湾海峡的水雷与无人艇拦截网。在战略预警阶段，最关键的任务是防止对手的大型登陆编队顺利渡海。台湾海峡平均水深只有60米，在海军战术中，这是一片极度适合布雷的战场。这时候，最上级那条独特后部坡道就派上了大用场。这艘船不需要进行复杂的改装，就可以在极短时间内装载大量智慧型水雷。依靠它优异的隐身性能，它可以在夜间或恶劣天气掩护下，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关键海域快速铺设起防御水雷阵。同时，它还可以释放大量的无人艇。这些无人工具就像是水中的哨兵，在水雷区周围巡逻，用被动声呐监听动静。这就用极低的成本筑起了一道防御墙，对手如果企图排雷，就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这就为我们争取到了宝贵的战略时间。
第二个场景是南北关键通道的深海反潜屏障。台湾南边的巴士海峡和东北边的宫古海峡是周边力量出入大洋的咽喉要道。对于潜伏在深海中的潜艇来说，这两处水道是他们进入太平洋的必经之路。这时候，我们的最上级将化身为冷酷的猎手，它可以利用其高度安静的柴电动力模式，在关键航道上执行巡逻任务。当它放低水下的拖曳阵列声呐时，声呐线会深入到海面温跃层下方，精确捕捉静音潜艇的微弱噪音。一旦捕捉到信号，它不需要自己冒险靠近发射鱼雷，它可以立刻通过战管系统把潜艇的精确坐标实时共享给陆基的反潜直升机或者巡逻的军用反潜机。这实际上是在东部外海建立起了一层无形的水下防护罩。第三个场景是灰色地带对峙中的隐形信息节点。在常态化的海上对峙中，因为它的雷达反射面积极小，在对方的雷达萤幕上，这艘5500吨的钢铁战舰看起来可能就像一艘几百吨的捕鱼船一样不起眼。在执行贴身跟监任务时，它可以保持雷达完全静默，利用光电搜寻系统悄悄收集对手的参数。同时，它作为一个隐蔽的信息节点，利用战术数据链把实时收集到的海上态势源源不断地传送给陆基的反舰导弹阵地。这意味着，虽然对手看着这艘战舰在旁边开着，但实际上它的一举一动早就实时呈现在了陆地发射架的萤幕上。这种信息化的优势才是和平时期极佳的威慑手段。透过前面的分析，我们了解了最上级的黑科技，以及我们如何用最灵活的集成方式去吸收它的设计精髓。在现实的防御工程中，武器的选择从来都不是一件追求面子、追求排场的事情。最贵的、参数最漂亮的武器，不见得就是最适合我们的。在边界条件受限的挑战面前，我们的资源有限，尤其是我们即将面临的严重的少子化危机，不允许我们去进行那种华而不实的面子工程，放弃虚无的幻想，转而把每一分资源砸在最能解决实际痛点的地方。用自动化技术去精简人力，用隐身设计去提升生存率，用自制的武器生态去确保后勤安全，这才是面对挑战时最务实也最聪明的战略清醒。我们之所以能过着这样平凡安稳的日子，背后依靠的从来都不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而是由一艘艘在风浪中巡逻的战舰和无数个默默挥洒汗水的地勤人员在守护着。支持这种务实且理性的防御政策，就是支持我们自己对现有生活方式的选择权，让对手在计算成本时感到忌惮，这才是务实的做法。今天关于最上级护卫舰的深度技术拆解，我们就探讨到这里。从日本的战舰设计变迁到第一岛链反潜网的战术重构，最上级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艘优秀的战舰平台，更是一种在有限资源下追求极致效率的造舰逻辑。支持这种务实理性的国防发展政策，就是守护我们自己的未来。如果你喜欢这种用逻辑和真实参数来解装备的深度影片，欢迎按赞、订阅并分享给你的朋友。我是威廉，感谢大家对国防科技的支持，我们下次再见。